苦楚之战第8章遗书吐真言第7集。陈本夫坚信，假以时日，必能得着宝慧的心，赢得他对他的爱。自从爱上他，他开始厌恶风月场混过的自己，鄙夷没有婚约的婚外性关系。他收下他的穆安德烈祷告生活。宝慧为他祷告时，看清自己一直在接受他的爱，就撕掉给叶继平写好的回信，又重新写，说他接受陈本夫的求婚，他决定不去忧虑他是否会在抗战胜利前殉国。陈先生，先别走，请等几分钟，我马上回来。宝慧说完，进屋，出来时手里拿一本英文书，递给他，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书，读过很多遍，都记在心里了，不用读了，送给你吧。” The Prayer Life。 陈本夫读着书名，说：“君木不久前跟我提过Andrew Murray 这本祷告生活，得空我一定仔细研读。”手里拿着这本满是他的笔记和五颜六色标记的书，陈本夫感觉温暖。他心里知道，他接受他，也接受他的求婚了。叶小姐，我现在必须告辞，不然就走不动了。他说，心里很想拥抱并吻他一下再走，但却没有。说完，他很快转身离开。在回白市驿驻地的路上，他想着与他度过一天短暂却难忘的好时光，想着他给他的急救包是他亲手预备的，他随身小本子上有他亲笔写的经文，还有那本他送他充满他笔记的英文书。他能感觉到，现在他与他同在。他心情极好，一路哼着叫我如何不想他，觉得沿途的国槐树嫩绿的羽状复叶随风摆动，好像在为他的歌声鼓掌。他知道在协和药厂实验室周围有几棵国槐树是他亲手种的，以前他对什么树都没感觉，爱上他后也爱上他所爱的国槐树。他从他知道国槐的价值，还有它的语义。他种这树关乎追忆徐永道，他一点也不嫉妒徐永道。他倾慕多才多艺又有情有义的他。他为来南岸这趟收获颇丰而心里满足。他从他亲口确认他对他有好感，还要对他写的善之物语让第一位读者得到极大鼓励。他坚信，假以时日，必能得着他的心，赢得他对他的爱。在日本和德国留过学，传承家学古训的陈本夫，欣赏日本女性
温柔顺从，德国女性果敢独立，但更推崇中国女性矜持庄重。在他眼里，受过中西教育的颜宝慧，有男人的勇气担当，有女人的婉约柔韧，言谈机智，但透着矜持，语调柔和，流露谦卑，衣着质朴脱俗，正直真诚，举止得体。他越多了解他，就越被他吸引。在日本留学时，陈本夫接触过日本艺伎，也在中国体验过青楼歌妓，但自从爱上颜宝慧，他开始厌恶在风月场里混过的自己，鄙夷没有婚约的婚外性关系，没有灵魂，没有自尊，只有艳丽躯壳的女人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他要改变自己，好与他所倾慕的他相称。他想找个合适机会，当面向他忏悔，坦白从前的恶行，这样他就从负疚感中得释放了。他在脑海中演练过求婚程序。暂时交通不便，父母在老家仙居，无法来重庆，他公务缠身，不能带他回家见二老。他这边虽父母双亡，但他的哥姐在重庆，可担当家长之责，决定他的婚事。他期望今年圣诞节前带着聘礼去他哥哥颜宝光家郑重提亲，期待明年元旦举办订婚仪式。日本战败，便是他与他成婚时。颜宝慧站在门前，目送陈本夫离去，看着他头也不回往码头走，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薄暮中，他才进屋回自己房间，坐在窗边桌前，手里拿着他送给他的军用水壶，想着下午他对他说的每一句话，回味着2年来他送他的一篓篓时令水果，还有水果篓里他那言语平淡却含着爱的纸片。他想到他就要在日军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他开始流泪，为他祷告。在为他祷告时，他才看清自己，他一直在接受着他的爱。陈本夫和徐永道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也是博闻广识的书生。二人都有他欣赏的男人特质：正直、诚实、坚毅、勇敢、幽默、风趣、宽厚、慷慨、豁达、担当，还有冒险精神。只是陈本夫从前不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这一点使他不安，加上他的特工身份，更令他感到不安。但是现在他已受洗归主，他在山上的表白多少打动了他，只是他还停留在原来的打算。晚祷后，他改变主意了，他把那封给叶丽萍写好的回信撕掉，重新写了一封，说他接受陈本夫的求婚。他决定不去忧虑
他是否会在抗战胜利前殉国？中国战区中日激战在艰苦浩劫中持续着。太平洋战区，美军与日军的对决在血海尸山中推进。美日海空登陆3期作战的惨烈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人间的战争。日军为集中使用空军战斗力，在日本外围小岛建了坚固堡垒和空军基地，使一个个岛屿形成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军远程空运和海运保障攻岛补给，准确气象和军事情报就成了避开日军潜艇防空航线不可或缺的资源。想逼近日本的本土防卫圈，意味着一个个小岛要成千上万美军的性命来换取。为了以最小牺牲得到最大成绩，美军海军部与中国军事调查统计局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建成该所属下150多个气象勘测站，覆盖内陆沿海、东南亚、太平洋，并设10几个海岸监视哨，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设多个情报站。中国军统情报人员用性命在中国和东南亚日战区获取的情报汇总重庆中美合作所，把分析报告转给驻亚洲和澳洲的盟军指挥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提供的气象和军事情报，在攻克日军太平洋防线的鏖战中举足轻重。日军恨透了中美合作所，派日伪间谍刺探中美合作所骨干人员，策划暗杀活动。陈本夫调入中美合作所，作为教官的他，要定期去新设在福建东风镇、华丰镇的中美合作所特训班，给学员上情报学、心理学2门理论课，手把手教化妆术、交际术2门技术课。为了配合盟军作战需要，他常带学员化妆到东南沿海沦陷区实地勘测日军基地。他回重庆述职时间很短，难以抽身去南岸看研讨会。他从上次带他登山远足，一别已有2个月没有见面。他刚从叶丽萍得知严保会答应了他的求婚，他兴奋地给他打电话，但是除了寥寥数语报平安，嘱咐他多到户外运动，他什么也不便说。他不愿和他提及他的工作，那些事会令他寝食难安，他也不能说。他心里渴望战争早日结束，与他成婚，生儿育女，静心书斋，著书立说，琴瑟和谐，恬淡度过余生。中国抗战打到第7年，日军虽在豫湘桂会战中占优势，却接连在缅印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失利。盟军在欧洲诺曼底登陆9天后，美军在西太平洋塞班岛登陆激战。美军与日军以航母交战，经过惨烈登陆拉锯战，美军从日军手中夺回马里亚纳群岛。这场作战使日军3艘航母、600架飞机、
4万多军人并参战岛民变为残骸枯骨，千名日军病死在岛上。美军以伤亡1万多官兵的代价，占领日本绝对国防圈马里亚纳群岛、伊岛，建立大规模海空军基地，为进攻菲律宾和空袭日本本土做准备。从此，美军 B-29轰炸机不必从中国成都和东南沿海机场起降，而是由马里亚纳岛起飞，近距离到日本工业区，让炸弹和燃烧弹暴雨般落在日本的城市里。马里亚纳群岛建基地后，美军舰艇可以便利出没，击沉一艘艘日本的运输船。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